真正的养鱼高手早就扔掉了家里那些嗡嗡作响的过滤器，因为大自然早就赋予了我们一套最完美的净水系统，它不耗电，不产生噪音，而且越用越漂亮，那就是植物的根系。很多人总觉得鱼缸里的水浑浊是因为过滤棉太薄，拼命花钱升级过滤桶，加装各种昂贵的前置过滤，结果水质还是几天就发黄发臭，鱼儿也总是没什么精神。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只要在鱼缸上方架设几株合适的植物，利用植物庞大的根系来吸收水中的营养，就能形成一个完美的鱼花共生系统。这不仅能帮你省下一大笔购买设备的钱，还能让你的鱼缸变成一道独特的生态景观。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一下，如何利用这几款特定的植物，把你的鱼缸变成一个永不换水的生态乐园，让鱼粪直接变成植物疯长的催化剂。首先要推荐的第一种神奇植物，在台湾我们习惯称之为黄金葛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绿萝。但这可不是让你连着土盆直接扔进水里，那样只会把鱼毒死。处理黄金葛的步骤非常关键，也是很多新手失败的原因。你必须选择那种叶片油绿、茎干粗壮的黄金葛，先把它从花盆里取出来。这步操作要非常小心，不要生拉硬拽，要轻轻拍打盆壁，把土松动后整株倒出。接下来的洗根环节是重中之重，很多人的鱼缸水发臭就是因为根没洗干净。你要在流动的水龙头下用指腹轻轻搓洗每一根根须，把上面附着的黑土、有机质全部冲走，直到露出的根系是白白净净或者淡黄色的。如果在清洗过程中发现有发黑、腐烂或者干瘪的根系，一定要用消毒过的剪刀全部修剪掉，一点都不能留。因为这些烂根到了鱼缸里就是污染源，会迅速消耗水中的氧气，导致鱼儿缺氧浮头。处理好根系后，不要急着马上入缸，建议先在一个干净的清水容器里养2-3天，每天换水，让它适应一下水培环境，同时吐一吐根部残留的脏东西。等你发现黄金葛的根部开始冒出一点点白色的新根尖，那就是它生命力爆发的信号，这时候就可以正式移入鱼缸了。你可以使用专门的定植篮，或者简单的用铁丝、铝线做一个挂钩，把黄金葛固定在鱼缸壁上，让它的根系自然垂入水中。注意根系入水的深度，只要没过根部的2/3就可以了，要留一部分根系在空气中呼吸，这样能有效防止烂根。不出半个月，你就会发现黄金葛在鱼缸里简直是疯长，它的根系会像白色的胡须一样在水中蔓延开来。这些密密麻麻的根系不仅能强力吸收鱼产生的氨氮废物，还能为鱼缸里的消化细菌提供绝佳的附着温床。消化细菌是净化水质的功臣，它们最喜欢这种表面积巨大的根系结构。而且对于一些胆小的灯壳鱼或者刚出生的小鱼苗来说，这片水下的根系森林就是它们最好的避难所和游乐场，能极大的降低鱼儿的紧迫感，让它们的发色更加鲜艳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种植物是寓意非常好的铜钱草。如果说黄金葛是净水主力，那铜钱草就是颜值担当兼吸硝酸盐狂魔。铜钱草的叶子像一个个绿色的古代铜钱，漂浮在水面上，非常讨喜。它的生长速度极快，对光照的需求比黄金葛要大一些。如果你的鱼缸有配备专门的水草灯，或者鱼缸位置靠近窗台有散射光，那铜钱草绝对是首选。铜钱草的根系非常细密，像毛发一样，这种结构对拦截水中的微小悬浮颗粒特别有效。很多鱼缸水看起来总是雾蒙蒙的，不清透，往往就是因为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悬浮物，过滤棉拦不住，但铜钱草密集的根网却能把它们吸附住，然后慢慢分解吸收。种植铜钱草有一个窍门，就是不能让它完全沉水，它的叶子必须挺出水面去接受光合作用。我们可以利用泡沫板或者定植圈，把铜钱草夹在中间，让它漂浮在水面上。你会发现，在鱼缸这种营养丰富的水体里，铜钱草的叶片会长得比硬币还大，颜色是那种深邃的墨绿色，非常有质感。而且铜钱草开花的时候会抽出一根根细长的小花剑，虽然花朵不大，但配合着鱼缸的水波纹，有一种野趣的美感。
不过要注意的是，铜钱草的根系生长速度极其恐怖，如果不加控制，它可能会在2个月内占满整个鱼缸的上层空间，挡住所有的光线。所以定期修剪根系是必须的功课。当你发现根系太密，鱼儿游动空间受阻时，不要手软，直接像理发一样，把下面过长的根系剪掉一半。不用担心它会死，在鱼缸这种高肥力的环境里，它恢复的速度快到让你怀疑人生。剪掉的根系也不要扔，埋到花盆里是非常好的有机肥料。第3种特别推荐给喜欢开花植物的朋友，那就是白鹤玉，很多人也叫它一帆风顺。这是一种既能观叶又能观花的神奇植物，它的叶片修长翠绿，花朵像一个小小的白色帆船，非常优雅。把白鹤玉种在鱼缸上，档次瞬间就拉高了。白鹤玉对氨氮的吸收能力虽然没有黄金葛那么霸道，但它对水体中磷酸盐的消耗能力很强。磷酸盐通常是导致鱼缸暴藻的罪魁祸首，水里的绿藻、褐藻疯长，往往就是磷超标。这时候种上一颗白鹤玉就是最好的生物除藻剂。白鹤玉的水培定植稍微讲究一点，它的根系比较粗壮，不如铜钱草那么细密，所以固定的时候需要用陶粒或者火山石来辅助。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网兜定植篮，里面铺上一层洗干净的陶粒，把洗好根的白鹤玉放进去，再用陶粒填满空隙固定住，然后把定植篮架在鱼缸框上。要确保白鹤玉的球茎部位，也就是根和叶连接的那个头，一定要露在水面以上，绝对不能泡水，否则100%会腐烂发臭。只要让下面的根须接触水就可以。白鹤玉在鱼缸环境里，因为湿度大、养分足，开花的频率会比土培高很多。你会看到洁白的花朵挺立在水面上，红色的鱼儿在白色的根须间穿梭。这种红白绿的色彩搭配是任何人工造景都无法比拟的自然美。而且白鹤玉能释放大量的水分到空气中，对于摆放鱼缸的客厅或书房，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加湿器，能改善室内的微气候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当然，在鱼缸上种花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，最大的隐患就是烂根。一旦发现水质突然变得浑浊，或者水面上出现大量持久不散的泡沫，第一反应就要去检查植物的根系。拿起定植篮闻一闻，如果有腐烂的臭味或者根系捏起来发软，一碰就断，那就是烂根了。这时候必须当机立断，把烂掉的部分全部修剪干净，并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消毒后再放回去，或者干脆换一株新的。为了预防烂根，保持鱼缸水体的流动性很重要。虽然我们依靠植物过滤，但并不是说水就可以完全静止。配合一个小功率的造浪泵或者气泵，让水体流动起来，带给根系充足的氧气，是植物长好的关键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这个道理在鱼花共生系统中同样适用。流动的氧气水能促进根系的呼吸作用，让根长得更白更壮，吸收效率也会翻倍。还有一种非常适合大型鱼缸的植物，那就是龟背玉。在台湾，龟背玉是很多文青和家居博主的最爱。它的叶片巨大，开裂的纹路极具设计感。如果你的鱼缸在1米以上，完全可以尝试在绿槽或者缸壁上固定一株龟背玉。龟背玉的气生根非常发达，它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，而它的水生根则像蟒蛇一样扎入水中，疯狂吸食鱼缸里的废弃物。我们来深入聊聊大家最头疼的藻类问题。很多新手在尝试鱼花共生后，发现虽然鱼没事，但缸壁上还是会长青苔或者水变绿。这其实是因为你的植物和藻类在进行一场营养争夺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竞争机制。藻类和植物都需要氮磷钾和光照。当你的植物根系还不够发达，或者植物的数量不够多时，水里富裕的营养就成了藻类的盛宴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增加植物的量，或者引入生长速度更快的植物，比如前面提到的铜钱草和地瓜。你要让植物成为强势的一方，压制住藻类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适当遮光。藻类对光照的依赖度比这些阴性植物要高得多。通过调整植物的位置，利用植物茂密的叶片在水面上形成天然的遮阳伞，
阻挡一部分光线射入水中，既能给鱼儿提供安全感，又能有效抑制藻类的光合作用，这就是生态治理的高明之处。如果你发现植物的叶子开始发黄，这通常不是病虫害，而是营养不良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鱼缸里那么多鱼粪，怎么会营养不良？其实鱼粪主要提供的是氮肥，但植物生长还需要钾、铁、镁等微量元素。如果长期只靠鱼粪，植物就会出现缺素症。这时候你可以往水里滴加一些水草专用的叶肥，注意一定要买那种标明对鱼虾无害的叶肥，千万不要用种花的复合肥，那些肥料里的胺酞氮含量太高，倒进去鱼分分钟翻肚皮。按照说明书减半使用，每周滴几滴，你会发现植物的叶片会重新变绿变亮，而且这种微量的叶肥被植物吸收的很快，不会对鱼造成负担。在维护这套系统时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视，那就是防蚊。台湾的夏天蚊虫多，鱼缸这种静止或缓慢流动的水体，很容易成为蚊子产卵的温床。如果你的植物根系太密集，长得像一团乱麻，蚊子的幼虫也就是孑孓就会躲在根系的缝隙里，鱼儿想吃也吃不到。所以定期梳理根系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更是为了防蚊。要把根系修剪得疏密有致，留出足够的空隙，让小鱼能钻进去巡逻。像孔雀鱼、斗鱼或者是清江鱼，都是吃孑孓的高手。只要根系不把水面封死，鱼儿就能帮你把蚊子幼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这又是生物防治的一个完美闭环。对于那些追求极致美感的鱼友，可以尝试一下生态浮岛的玩法。不要只是把植物简单的插在缸边，可以用黑色的生化棉或者专门的浮床，把植物种在上面，让它们漂浮在鱼缸中央。比如将网纹草、罗汉松或者是小型的蕨类植物组合在一起，做一个水上的微景观。这种浮岛不仅视觉效果极佳，而且根系垂在水中央，鱼儿可以围绕着根系游动，像极了电影《阿凡达》里的悬浮山场景。这种设计对于水质的净化更加均匀，因为根系处于水流的核心区域，接触面更广。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注意，就是鱼的种类，并不是所有的鱼都适合这种裸根植物的养法。像金鱼、锦鲤这种杂食性且嘴比较贱的鱼，它们非常喜欢啃食植物的嫩根。如果你养的是这些鱼，你的黄金葛或者地瓜根系刚长出来，可能就被它们啃光了。这时候你需要给根系做一个保护罩，可以用塑料网或者带孔的亚克力盒子把根系包起来，只让水流通，不让鱼嘴碰到根。或者选择根系比较硬、味道比较苦的植物，比如龟背玉的老根，鱼通常不爱吃。而对于灯科鱼、神仙鱼、斗鱼这些小型热带鱼，它们对根系非常友好，完全不需要隔离，甚至根系是它们繁殖产卵的温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这套鱼花共生系统也是有生命周期的。老叶会枯黄，老根会腐烂，这都是正常的自然代谢。不要看到一片黄叶就惊慌失措，只需要轻轻摘掉黄叶，剪掉烂根，把位置腾出来给新芽。有时候植物长得太好也是一种烦恼，比如黄金葛爬满了整面墙，或者地瓜藤蔓垂到了地上。这时候你可以尽情的修剪，甚至剪下来的枝条又可以插在瓶子里变成新的一盆。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你养的不仅仅是一个鱼缸，而是一个在不断扩张的绿色帝国。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在鱼缸上种花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。我们以前总是试图用昂贵的设备去对抗自然，用杀菌灯去杀灭细菌，用各种药水去调节水质。但当你真正理解了生态的逻辑，你会发现顺应自然才是最省力、最高效的方法。植物、鱼、微生物，它们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而稳固的铁三角。鱼吃饲料排泄废物，微生物把废物分解成营养，植物把营养吸收干净还给鱼清洁的水。这个过程每天都在你的客厅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。你不需要懂复杂的化学公式，也不需要每天拿着试纸测来测去，你只需要看着植物长得好不好，鱼儿游得欢不欢，就能知道水质好坏。这种养鱼法还有一个最大的隐藏福利，就是省钱。
你想想，一个好一点的过滤桶动辄几千块，还要定期换滤材，耗电。而几株黄金葛、一颗地瓜、几棵铜钱草，加起来可能也就是一杯珍珠奶茶的钱。但它们带来的过滤效果和视觉享受，却是冷冰冰的机器无法比拟的。特别是对于那些住在公寓、空间有限的朋友，这种把鱼缸和盆栽合二为一的设计，既节省了空间，又增加了绿意，是性价比最高的家居装饰方案。所以，如果你家里的鱼缸还在用着嗡嗡作响的过滤器，或者你正准备入坑养鱼，不妨试试这种古老而又新潮的方法。不要害怕失败，植物的生命力比你想象的要顽强得多。也许最开始你会遇到烂根，会遇到水质波动，但只要你掌握了洗净根系、由于少到多、定期修剪这几个核心心法，你很快就能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生态小世界。想象一下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鱼缸上，水面上是郁郁葱葱的绿植，开着白色、红色的小花，水下是清澈透亮的水体，鱼儿在像森林一样的根系间穿梭嬉戏，而你手捧一杯咖啡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这种不需要插电、不需要各种管线的自然之美，才是我们养鱼的初衷，也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别再犹豫了，现在就去花市买几盆喜欢的植物，动手改造你的鱼缸吧。让那些生硬的塑料管和过滤器见鬼去吧，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绿色过滤器，还给鱼儿一个最原本的家，也还给自己一份最纯粹的宁静。这就是鱼花共生最迷人的地方，它简单、纯粹，却又充满力量。动手试试看，你一定会爱上这种感觉的。